多米尼克在长椅上将埃琳压在身下，他紧紧抓着她的肩膀，他伸手环绕住她的背，两人在月色下拥吻，汗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。埃琳睁开翠绿的眼睛，轻声说道：“公爵大人。”多米尼克按住额头说：“杰弗里，给我拿点水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在温室里？”自从喝了伯爵女儿给的酒，身体就感觉很奇怪。西尔维亚走近并说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您好像醉得很厉害，我们上楼去休息吧。”西尔维亚，皇太子殿下正在找你。哎呀，公爵大人，您刚才一直和我们的西尔维亚在一起吗？多米尼克转身说道：“我要先走了。”西尔维亚急忙拦住他：“公爵大人，您现在不能走。”他没有理会，独自走向深夜的花园，身体泛起异样的燥热。埃琳正站在庭院深处，她按住胸口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，脑海中不断浮现昨晚与他纠缠的画面。他烦躁地抓起头发，低声咒骂道：“该死，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那个女人，她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林德托公爵领地，马车停在宅邸门前。乔纳森大步走进室内，他披着深色斗篷，穿过两旁低头行礼的仆从。他停在华丽的厅堂中央，神情严肃地看向前方。乔纳森看着沙发上颓废的男人说：“这是怎么了？你昨晚喝了不少吧？”多米尼克按着额头问道：“殿下，大清早来找我，有什么事？”乔纳森坐到对面说：“想买醉的人是我，你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这一点都不像你。你特意跑来就是为了喝早茶吗？我昨天向西尔维亚求婚了，结果被干脆的拒绝了，我该怎么安慰你才好？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都是谁的错。”多米尼克问道：“你把那条红钻项链戴在他的脖子上求婚了吗？”乔纳森回答：“是的。”多米尼克继续说道：“你知道他喜欢狗，你在他心情好的时候送了那只白色小狗吗？”乔纳森再次回答：“是的。”多米尼克问道：“那为什么不向其他女士求婚？想成为王妃的人多的是，唯一能成为王妃的女人只有西尔维亚。”多米尼克说道：“那你应该去找伯爵的女儿，不是我。你不应该一直坚持，直到他终于答应吗？”乔纳森放下茶杯：“不，还有一个更稳妥的办法。如果多米尼克、林德托结婚了，西尔维亚不就会彻底死心吗？”阳光洒在庄园的草坪上，白色的床单在风中翻动。埃琳站在晾晒的布幔间，红发随风飘散。一名女仆急忙跑下台阶：“埃琳小姐。”她来到埃琳身边说道：“小姐，您为什么要亲自动手？这些活请交给我来做吧。”埃琳拉住女仆的手说：“玛丽，拜托了，待在屋里更痛苦。”女仆叹了口气回答：“既然您坚持，小姐。”埃琳露出笑容说：“好，我们一起来除尘吧。”两人在阳光下抖动床单，女仆一边干活一边说：“即便如此，让您整整2天不准吃饭也太过分了。我真怀疑男爵是否把您当成亲生女儿。”他突然意识到，失言捂住嘴说：“天哪，对不起，小姐。”埃琳看着远方说：“没关系，反正也是事实。有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从街上捡来的。”回忆涌入脑海，子爵在宴会厅粗鲁地拽住他，父亲愤怒地吼道：“因为你，尼尔森家族的名誉已经跌到了谷底，你打算怎么负责？”继母摇着折扇说道：“子爵已经比你配得上的更好，你竟然敢不辞而别！如果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早就动用鞭子了。你知道因为我是继母，她有多瞧不起我吗？”男爵回答道：“冷静点，我会纠正她的习惯，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。”埃琳坐在床边，眼神忧郁。珍妮斯撑着遮阳伞，挽住罗伊斯的手臂说道：“哎呀，我们什么时候雇了新女仆？”珍妮斯笑着说道：“这里还是好热，我们昨天才从公婆的别墅回来。亲爱的，我们应该在那里多待1周。对了，我听说前几天有个派对，听说林德托公爵还有王储殿下都在场。”埃琳停下脚步，珍妮斯凑近他，低声说道：“别告诉我你就穿成这样去了，真是丢脸。”珍妮斯发出了笑声，和罗伊斯一起走远。女仆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真是太烦人了，小姐，请不要理会他。”埃琳陷入了沉思，身旁的女仆轻声问：“小姐？”埃琳低头陷入沉思，脸颊泛起红晕。多米尼克发出一声冷笑：“你是因为被拒绝所以疯了吗？”乔纳森低声回敬道：“真是无礼。”他站起身继续说道：“你应该很清楚，那根本不合逻辑。关于海恩矿山的事。”多米尼克重新坐回沙发，乔纳森露出微笑并说道：“我想你也很清楚，那个老家伙活不了多久了。”我当然很清楚，这意味着矿山的开发权最终都会落入王位继承人乔纳森手中。海恩矿山是王国最大的铁矿床，有了它，我在商业上将无往不利。多米尼克陷入沉思，我花了多年时间想要得到它。乔纳森那个狡猾的毒舌。然而，多米尼克坐在沙发上说：“我会当作没听过那个提议。”乔纳森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多米尼克看着对方回答：“非常认真。”他站在窗前看着马车远去。为了生意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但结婚实在太荒谬了。他为了西尔维亚简直疯了。西尔维亚推开大门喊道：“公爵大人！”多米尼克坐在办公桌前，真是该死，他们轮流来烦我，就不能自己解决吗？他看向来人问道：“西尔维亚，这么大清早有什么事？”西尔维亚坐下来说道：“请听我把话说完。其实昨天皇太子殿下向我求婚了。”多米尼克靠在椅背上说道：“那真是惊人的消息，这意味着你要成为皇太子妃了吗？”西尔维亚盯着他问道：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”“我不想当王后，我想成为林德托公爵夫人。”“谁说的？你觉得我把你当女人看吗？”他按住额头问道。“顺便问一下西尔维亚，你昨天到底往我杯子里放了什么东西？”西尔维亚支支吾吾地回答：“阿娜，那是因为你总是只把我当成妹妹。听说只要喝下这个就会立刻坠入爱河，这是灵验的魔法药水。”多米尼克转身走开并说道：“西尔维亚，
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，我对你没有那种感情。西尔维亚追在后面喊道：“就这一次，你就不能把我当成女人吗？”多米尼克推开门说：“你现在最好先回去。”随从抱着文件问道：“请问要找谁？”多米尼克靠在桌边说：“一个参加了昨天宴会的女人，她身材娇小，刚好能被我拥入怀中。她的头发是红褐色的，不，更接近深红色，皮肤很白皙，翠绿色的眼睛。我想她当时穿着一件银灰色的礼裙，或者在月光下看起来是蓝色的。她的皮肤带着淡淡花香，嘴唇很甜，像熟透的水果一样。”随从露出惊讶的表情，他动情时的呼吸声。随从大声喊道：“阁下，您是在哪里第一次见到她的？”“我们在空旷的温室里偶遇。”“明白了，我会立刻开始寻找这位神秘女性。现在想来，这件事有很多蹊跷之处。她为什么独自在温室里哭泣？是她先吻我的，而且对我的触碰反应非常自然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她的计划，故意制造和我在一起的丑闻？毕竟有很多女人都曾用这种手段接近我，真是荒谬。必须在流言蜚语传开前先找到她。”艾琳看着眼前的衣物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继母拎起深色长裙说道：“这是珍妮斯的，我觉得颜色很衬你的眼睛。麦肯齐子爵就要来了，穿的漂亮点，表现的庄重一些。”艾琳推开长裙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“我说过我不想去。”“你真的打算把我卖给那个老男人吗？”他冲向走廊，大声喊道：“父亲！”父亲并未停下脚步，径直走下台阶。艾琳站在走廊尽头，转过身看向楼梯上方。继母站在台阶上，露出轻蔑的笑容：“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艾琳一言不发地走上楼梯，伸手抓住了衣服，将衣服狠狠扔在地上。继母踉跄着稳住重心，愤怒地喊道：“你竟敢！”艾琳站在台阶上说：“我不会穿这件衣服，也不会去见那个老头。”“什么？”艾琳回过头大声说：“就算要丢掉这该死的姓氏，我也绝不会接受这桩婚事。”她转身跑向大门，身后的人喊道：“艾琳，立刻给我回来！”一个拿着花束的男人挡住去路，他张开双臂问道：“艾琳小姐，你是专门出来迎接我的吗？你看起来比平时更迷人。”艾琳咬紧牙关，绕过男人继续奔跑。他在身后追问道：“等等，你要去哪里？”他穿过庄园的长廊，径直跑向远处的马车。多米尼克坐在马车里，看着窗外，下令跟上他。艾琳独自走在雨中，任由雨水打湿长裙。多米尼克隔着车窗观察那个忧郁的红发女人，她真的是当初那个大胆吻我的女人吗？艾琳停下脚步，抬手擦去脸上的雨水。多米尼克坐在马车里，隔着车窗注视着他。他在做什么？艾琳推开沉重的大门，走入那座宏伟的建筑。那是多米尼克翻开手中的资料，那一定是他弟弟正在接受治疗的修道院。艾琳，尼尔森男爵家的长女，正与麦肯齐子爵商谈婚事。他的生母因病去世，继母罗莎娜带着女儿珍妮斯进入了这个家庭。他唯一的亲弟弟爱德华目前身患重病，正住在修道院医院里。多米尼克翻看手中的报告，如果这份报告是真的，就能理解他为何总是忧郁。出身贫穷的男爵家，却要与年迈的富家贵族联姻，还有一个生病的弟弟，他简直是被卖掉的，真是显而易见的人生。说实话，我一点也不想和他扯上关系，光是读到这些文字，就觉得自己要被卷入他那悲惨的生活里了。但这正是最理想的情况。多米尼克看向窗外说：“回去吧。”几天后，艾琳独自坐在窗边，手中紧握着一个盒子。艾琳打开了盒子，里面放着一个布偶和一块深色花纹的手帕。她拿起那块手帕，指尖轻轻摩挲着布料。记忆中，多米尼克倒在血泊里，艾琳一脸震惊地看着他，他似乎完全不记得我了，不知道该感到庆幸还是觉得失望。如果那天他没有喝醉，公爵会认出我吗？他将手帕贴在唇边，陷入了沉思。继母推开房门喊道：“艾琳，有什么事？你至少该敲个门。”继母走近几步问道：“你还在心情不好吗？”艾琳垂下眼帘说道：“我很累，如果你有话要说，请快点。”继母拿着信封说道：“你几天后要参加聚会，麦肯齐子爵也会在那里，所以准备好。”艾琳叹了口气：“我不想去，我绝对不。”继母打断了他的话，邀请函明确说明尼尔森男爵领的2个女儿都必须参加。艾琳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？到底是谁？”继母兴奋地捂住脸：“天哪，想想我们的家族终于被认可了，我们竟然被邀请参加林德托公爵领举办的聚会。”林德托公爵？乔纳森骑在马上问道：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？竟然要亲自举办宴会？”多米尼克翻身下马：“殿下只要准备好履行你的诺言就行。”乔纳森惊讶地追问：“什么？你是认真的吗？你要接受我的提议？”他激动地抱住对方喊道：“你真是我的挚友，我的堂兄，我的救星，多米尼克！”乔纳森松开手问道：“但谁是你的舞伴？你要从受邀的名媛里选出一位吗？难道你已经有了心仪的人选？”多米尼克双手抱胸回答：“这由我来处理，你只要别忘了矿山的经营权就行。”乔纳森拍着胸脯说：“当然，我以名誉起誓。”他随后又担忧地问道：“但这样真的好吗？毕竟这可是一位公爵的婚事，你母亲甚至不在首都，你真的打算在没有她许可的情况下结婚吗？”多米尼克回答道：“所以我才要举办这场宴会，为了稍微减轻对我母亲的冲击。难道感到震惊的只有她母亲吗？我只是出于愤怒冲动提出的，我没想到她会真的接受。她到底打算和谁结婚？”宏伟的宴会大厅内，宾客们正三五成群的交谈。多米尼克站在2楼露台，俯瞰着下方的动静，他双手抱在胸前，目光锁定在入口处。“你终于来了。”艾琳手持折扇，缓缓步入大厅中央。西尔维亚走近并说道：“林德托公爵，西尔维亚。”西尔维亚摇动羽扇说道：“真是个精彩的派对，看来大家都很尽兴。”多米尼克礼貌地答道：“很高兴听你这么说。
皇太子刚才在找你，我的杯子已经空了，你就只有这些话要说吗？西尔维亚整理着裙摆说，我第一次穿红色的礼服，你不觉得和你的西装很搭吗？他看向别处回答，我想是的，很适合你。西尔维亚察觉到他的心不在焉，问道，你在找谁？多米尼克转身准备离开，祝你今晚过得愉快，公爵。他急忙叫住他，他回过头微笑着说，你和皇太子共舞会是今晚派对的亮点。西尔维亚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艾琳站在走廊尽头，在这里应该能喘口气。继母手里拿着信件，语气冰冷的警告，别想逃跑，否则你的弟弟爱德华当天就会被赶出医院。拿爱德华当人质真是卑鄙。艾琳握紧手中的折扇，万一在这里遇到公爵该怎么办？夏洛特走上前问道。艾琳，他拉住艾琳的手说，不知道你在这，你上一封信还说住在姑婆家里。艾琳微笑着回答，我回来了，你呢？夏洛特挽住她的手臂说，丈夫出国出差了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会住在父母家。我刚才也看到珍妮斯了，她像胶水一样黏着罗伊斯。明明罗伊斯从小就跟着你，还说喜欢你。我当时听说他突然要和珍妮斯结婚时，真是太荒谬了。为什么偏偏是珍妮斯？罗伊斯·克雷顿，珍妮斯的丈夫，也是我的青梅竹马。在和他结婚之前，他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。他曾无数次表白，说我是他未来唯一的妻子。我只把他当成朋友，所以并不在意能否结婚。可为什么偏偏是我的继妹，偏偏是珍妮斯？即便现在偶尔遇见，他依然会露出那种表情。最近在家里气氛变得非常尴尬。夏洛特问道，爱德华最近怎么样？艾琳回答说，还是老样子，但他看起来比在家里时平静多了。你一定很担心吧？艾琳摇了摇头说，别再说这些沉重的话题了，告诉我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继母在人群中张望并问道，艾琳去哪儿了？身边的珍妮斯拉住她说，母亲，伯爵的女儿在那边，我们去打个招呼吧。继母问道，你是说西尔维亚·穆亚斯吗？珍妮斯压低声音说，传闻她很快就要成为公爵夫人了。继母点了点头说，那我们走吧。他们走向远处的西尔维亚，继母赞叹道，西尔维亚，你今天看起来真是太美了，这场宴会也非常宏大，不是吗？西尔维亚手持折扇，神情冷淡地看着他们。西尔维亚没有理会他们，你们这么觉得吗？那谢谢了，祝你们玩得愉快。继母看着他的背影说道，真是冷淡。珍妮斯急忙劝阻，母亲别这么说，至少我们打过招呼了。艾琳独自站在露台，看着远处的灯火，她很快就要成为公爵夫人了，那一定很不错。每天在这样的地方醒来会是什么感觉？多米尼克走近并问道，你今天又在这里一个人等人吗？艾琳惊讶地回头说道，林德托公爵，他上次在温室里也露出同样的惊恐表情，然后开始挑衅我。多米尼克走向前，我想我们有事要谈，我大意了，以为这里人多他就不可能找到我。艾琳咬紧嘴唇，关于那天他到底知道多少？也许他根本不记得了。多米尼克注视着他说道，我记得所有细节，包括你是如何诱惑我的。艾琳神色慌张地解释，那天喝醉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您，我没想过会让那种事发生，是您突然出现在温室里。别再装傻了，不要逃避，快把真相告诉我。我听到有人靠近，所以不得不离开，很抱歉没有打招呼就消失，但我认为我的出现只会让您的处境变得复杂。多米尼克注视着他问道，所以你觉得我不会记得，打算永远守住这个秘密吗？还是说你另有企图？艾琳反问道，另有企图？如果您担心我会散布谣言，大可以放心，我会把这件事带进坟墓里。那真是太让人放心了。艾琳低声请求，如果你能忘记那天的事，我也会当作从未发生过。多米尼克注视着他回答，恐怕我做不到。从那时起，我平静的生活全毁了，因为总是想到你，我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工作。他凑近艾琳的耳畔说，既然你把我伤成这样，就必须对我负责，难道不是吗，我的女士？艾琳有些慌乱地问，负责？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多米尼克用余光瞥向远处，发现窗后正有人在偷看，他嘴角微微上扬，看清楚露台上发生的事，然后尽管去到处宣扬吧。看来你最近过得很艰难，你的弟弟还在医院生病。艾琳惊讶地问道，你调查了我，还有我的弟弟？多米尼克回答说，如果这冒犯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他靠近艾琳，继续说道，我就直说了，和我结婚1年，我会负责你弟弟的治疗，并确保他得到最好的照顾。艾琳走下长街，按住狂跳的心口。多米尼克微笑着说，那么我会一直等待，相信你会接受我的求婚。公爵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做？他到底在想什么？继母跑过来喊道，艾琳。他紧紧抓起艾琳的手问道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我到处都在找你。麦肯齐子爵已经等候多时了。麦肯齐子爵走上前赞叹道，艾琳小姐，您今天依然如此美丽。父亲催促着他说道，子爵刚才一直在打听你，快向他问好。装出一副慈祥的样子，其实只是想把亲生女儿卖掉。艾琳直视着前方说道，我没打算和麦肯齐子爵结婚，现在不想以后也绝不可能。父亲愤怒地喊道，你，艾琳。继母尴尬地陪笑，呵呵，这孩子从昨天起就发烧了，我不该强迫他来参加聚会的。艾琳打断了他并说道，以后也不会再有婚约的传闻，如果我的家人让您对我的婚事产生了误解，我代表他们向您道歉。麦肯齐子爵尴尬地笑道，哎呀，这可真是。艾琳转身说道，我身体有些不适，请原谅我先失陪了。艾琳推开房门喊道，爱德华。爱德华坐在病床上轻声回应，姐姐，这身衣服是怎么回事？你看起来像是刚参加完宴会。艾琳坐在床边回答，虽然去了，但因为太无聊就偷偷溜走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爱德华望向窗外，我想去外面
我喜欢下雨天。艾琳看着玻璃上的雨滴说道。哦，真的下雨了。曾经在雨中奔跑的画面，还有母亲陪伴的日子，如今都已远去。爱德华垂下眼帘说道：姐姐，都是因为我，你才要受这种苦。艾琳有些疑惑地问道：你在说什么？他低声回答：我知道你在用大姑婆给的钱支付我所有的住院费，父亲和继母留着你，只是因为你能拿回比医药费更多的钱。艾琳握住他的手说道：艾迪，别再说这些令人沮丧的话了。姑婆说秋天想邀请你过去，所以你要尽快康复，明白了吗？爱德华点了点头。艾琳看着弟弟苍白的脸庞，心中却充满了忧虑。艾琳走在长廊上，继母在记忆中怒吼：别想逃跑，否则你弟弟爱德华当天就会被赶出医院。该怎么办才好？要带着爱德华去卡斯提亚吗？姑婆认识很多贵族，或许能在那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。多米尼克抬起他的下巴说：考虑好了就来找我，越快越好。艾琳抱住头，差点忘了那个大麻烦，完全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堂堂公爵到底缺什么？竟然要我负起责任？偏偏是结婚这种事。他走在花园里，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。试衣服有什么问题吗？身后突然传来呼喊：艾琳，夏洛特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夏洛特将他困在墙角。那个传闻是真的吗？昨天派对上的传闻传疯了，说你和公爵大人单独相处，而且你们看起来非常亲密。艾琳皱起眉头：有人在监视我们吗？啊，等一下，难道是那个人？公爵知道有人在监视，他预料到这些传闻会传开。艾琳看着好友说：我确实见到了公爵，但我们只是在交谈。夏洛特有些惊讶地问：你和林德托公爵交谈了？我们绝不是那种关系，反正传闻几天后就会被遗忘。艾琳，这就是你不想嫁给子爵的原因吗？继母走过来问道：如果发生了这种事，你应该早点和我们商量。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一个声音喊道：艾琳亲爱的，我们谈谈吧。社交圈的传闻总是传得飞快，何况丑闻的主角是林德托公爵，消息肯定已经不胫而走。另一方只是平庸家族的女儿，这一定更令人震惊。父亲和继母现在都知道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原本计划拒绝后前往卡斯提亚，如果你愿意和我结婚1年，我会让你的弟弟得到最好的治疗。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拒绝的诱惑。虽然他调查我的背景作为筹码，让人感到非常不快，但我现在还有资格顾及自尊吗？如果只要当1年的傀儡公爵夫人，就能彻底脱离这个可怕的家。如果爱德华也能得到妥善照顾，这真的有那么难办吗？他发出一声轻笑，伸手打开了首饰盒，他用力攥紧了手中的布料。我现在没有资格再去挑三拣四了，好吧，那就让我试着去当一次公爵夫人吧。西尔维亚追上前方的人影喊道：公爵大人！多米尼克停下脚步，回过头。西尔维亚，他紧紧抓着胸前的衣襟问道：那不是真的对吧？他神色冷淡地回答：我不知道你在指什么。西尔维亚抬起头，大声反驳：别再装无辜了，奇怪的传闻已经传开了。多米尼克转过身看着他说道：在当事人无法自辩时，散布传闻是没礼貌的行为。西尔维亚愣在原地，支支吾吾的回应。那他不甘心地追问道：你是说传闻是真的吗？这根本没道理，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。你竟然会和那种在社交界查无此人的无名女子扯上关系？多米尼克沉默地注视着他。原来你也有尖锐的一面。西尔维亚神色慌张地问：公爵夫人知道这件事吗？多米尼克打断了他的话：西尔维亚，今天是皇室庆典，我不认为这里适合谈论这些。西尔维亚低声喊道：公爵大人！一名男子走过来。哦，本杰明·罗索，正是我要找的人。我必须对你的工作表示敬意，竟然能把旧建筑改造成那样。本杰明礼貌地回复：能听到您这么说是我的荣幸。多米尼克继续问道：我想翻修自己的一座旧宅邸，能耽误您一点时间聊聊吗？本杰明点头答道：当然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他转头对西尔维亚说：原谅我，西尔维亚，我们下次再谈，失陪了。西尔维亚独自站在台阶上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。西尔维亚低着头，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乔纳森走近并喊道：西尔维亚！他抬起头惊呼：殿下！乔纳森扶住他的肩膀问：你看起来不太好，还好吗？西尔维亚摇了摇头说：不，我没事。乔纳森看着他说道：如果有任何烦恼，请一定要告诉我。西尔维亚轻声回答：殿下，谢谢您一直照顾我。乔纳森低声说道：别放在心上。艾琳停在宏伟的宅邸前，这里真是壮丽的惊人，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属于这里。身后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，是还有其他的客人吗？他惊讶地回过头，看清来人后喊道：公爵大人！多米尼克骑在马背上，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。看来你比我预想中更早做出了决定。他翻身下马，走到艾琳面前，牵起她的手说道：天气不错，我们去散散步吧。他低下头，在她的手背落下亲吻。如果你不是迷了路，或者特意来见我，那就请回吧。这个男人明明很清楚我的来意，却在故意戏弄我。艾琳垂下眼帘，没关系，现在的我没有资格顾及自尊心。他抬起头对多米尼克说：你说的对，我来找你是有些话想说，我们边走边聊吧。两人走在花园的小径上，他继续说道：我考虑过你上次说的话了，虽然很丢脸，但你说的都是事实。关于我处境窘迫的事。多米尼克停下脚步看着他。艾琳低着头说：最初你说需要人结婚时，我以为你在羞辱我。如果你的想法没变，我想接受那个提议。他在发抖。真是的，我觉得自己像个恶棍。多米尼克抬起他的下巴说：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艾琳·尼尔森感觉很奇怪，明明在谈论婚姻，他的表情却毫无波动。对他来说，我只是个生意伙伴。多米尼克继续说：虽然只有1年，但扮演公爵夫人的角色可不容易，仆人们会尽力协助你，
确保你不会感到不便。我会处理好剩下的事，你只要向家人解释清楚就好。没有炽热的激情或爱，甚至没有恨与厌恶，这种存在感近乎于无。艾琳轻声答道：“是的。”多米尼克看着他问道：“你在深思什么？”艾琳有些局促地回答：“如果我们要举行婚礼，可以邀请我在卡斯提亚的姑婆吗？”多米尼克平静地说道：“当然可以，这是你的婚礼，你可以邀请任何想见的人。”艾琳低头致谢：“谢谢你，我会尽快安排弟弟转院。至于其他的准备工作。”他停在马车前说道：“我已经准备好了马车，送你回家。”艾琳摆手拒绝：“不用了，我可以走回去。”多米尼克扶着车门笑了笑：“是吗？你应该考虑一下别人的眼光。如果你被看见坐在林德托家族的马车里。”艾琳低下头说：“抱歉，我没想得那么远。”多米尼克回答：“没必要道歉，展示给他们看一次，胜过解释1000遍。他是真的想让这场假结婚成功。”多米尼克握住他的手说：“那么路上小心。”马车缓缓驶离公爵府，艾琳独自坐在车厢内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还是比想象中更累。这辆马车太奢华了，坐在这里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，欺骗别人的感觉也让我……他突然察觉到窗外的景色。等等，这不是回我家的路吧？马车停在一座华丽的建筑前，车夫打开车门说：“请下车，夫人。”艾琳看着陌生的环境说：“这不是我们家。”车夫低头解释：“公爵大人为您订了东西，我们取完就回去。”公爵，这里是需要预约的精品店。他竟然确信我会接受。珍妮斯放下了手中的遮阳帽，看看这是谁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露出轻蔑的微笑，继续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走错店了？屠宰场就在街对面。”旁边的黑发女子掩面笑道：“那可真是太刻薄了。她现在甚至不在外人面前把我当成姐姐对待了。”艾琳挺直脊背看向对方说道：“我来这里当然是有事要办。”珍妮斯，比起这个，你打算买那顶帽子吗？它很漂亮，但需要一个合适的主人。买之前应该更仔细考虑。黑发女子掩面嗤笑。珍妮斯愣在原地。什么？她猛地站起身喊道：“艾琳你！”艾琳转过头说道：“听说林德托公爵为我订了一些东西啊，你一定是那个人，请这边走。”什么？公爵？他在说什么？艾琳坐在沙发上说道：“我收到了公爵的求婚。”继母双手交叠惊叹道：“天哪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但这竟然是真的。所以你带来的东西全都是公爵送的？你肯定已经接受求婚了吧？”艾琳低声回答：“是的。”继母笑着说道：“做得好，能和那样的家族联姻真是太棒了。虽然预料到他们会这样，但他们竟然毫无疑虑。”艾琳起身走向门口：“我会亲自处理婚礼准备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还会带上姑婆。”继母在身后问道：“这就走了吗？再多和我们聊聊吧。”看着他们为了一点蝇头小草就如此兴奋的样子，真是可悲。继母大声喊道：“艾琳！”他头也不回地走远。与此同时，南部海岸雷诺，请和我们讲讲您的旅行吧，大公夫人。那里的人真的骑大象，而不是骑马吗？大公夫人笑着说道：“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”对面的女士回应：“天哪，我等不及了。”侍从走近并说道：“夫人，公爵发来了紧急消息。”大公夫人放下茶杯问道：“多米尼克吗？难道是首都出了什么事？”大公夫人拆开信封说道：“不是那种事。”她看着信纸笑了起来，上面说多米尼克要结婚了。林德托公爵与尼尔森男爵之女即将结婚的消息瞬间传开，成为了城里的热门话题。这简直毫无道理。几个男人聚在一起，低声议论：尼尔森家族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公爵为什么要和那种家庭结婚？穆亚斯伯爵领地现在一定很悲痛，他的女儿一直追随公爵。其中一人压低声音说：“最震惊的应该是大公夫人，她的儿子竟然瞒着她要结婚了。这场婚礼真的会举行吗？”在流言蜚语中，婚期很快就被敲定了。艾琳快步跑向前方喊道：“姑婆！”年长的妇人紧紧抱住她。艾琳，好久不见了，快让我看看你的脸。她抚摸着女孩的头发说：“天哪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都要当新娘了，可不能是这个样子。”谢谢您能赶来，阿姨。男爵走上前说：“旅途一定很累了，快进去休息吧。”妇人摇了摇头回复：“不，我没关系。”他看着艾琳说：“比起那个，我想和我的小侄孙女聊聊关于这场可疑的婚约。”艾琳尴尬地笑着回答：“啊，是的。”两人走在庭院的小径上，姑婆问道：“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突然就要结婚了？别想对我撒谎，我一眼就能看穿你。”艾琳停下脚步，低声说：“姑婆，其实……”她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其实我和公爵大人共度了一夜。”姑婆惊讶地大喊：“什么？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”艾琳，我从不知道你竟然这么大胆。艾琳红着脸解释：“这个毕竟男女之间的事情，谁也说不准。我应该尽可能告诉他真相，但绝对不能提起关于契约结婚的事。确实有些奇怪，但考虑到那种情况，倒也说得通。不过一夜之间就结婚，本身就很令人担忧。”女仆急匆匆跑来喊道：“小姐，林德托公爵领寄来了一封信。”艾琳接过信件说道：“谢谢，请把它给我吧。”姑婆凑近问道：“信上写了什么？”艾琳拆开信纸读完说道：“看来大公夫人回来了，她想私下见我一面。虽然设法瞒过了姑婆，但接下来的见面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公爵夫人肯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的儿子，她难道不会一眼看穿这场契约婚姻吗？我到底做了什么鲁莽的事？”姑婆开口说道：“我对梅丽莎·林德托有所了解。”艾琳惊讶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我总是在艺术品拍卖会上遇见那个女人，听说她从小就忽视家人，整天和艺术家们混在一起，而且她看中的东西总是和我想要的一模一样，因为我们总是看上同样的东西。有一次差点把对方的头发都揪光了。”她按住艾琳的肩膀，叮嘱：“总之别告诉她我是你的姑婆，你可能会莫名其妙被她讨厌。”艾琳点头答道：“是。”听得越多就越不了解那位大公夫人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
梅丽莎抚摸着桌上的原石说：“呵呵，你这个漂亮的小东西，为了得到你，知道我费了多少心血吗？只要想到能见到你，我就好几天睡不着觉。”这块石头越看越迷人，根据观看者的心境不同，它会呈现出各种形态，没有比这更有趣的物件了。在我看来，它就像一位母亲正抱着年幼的孩子。侍女走进房间说：“夫人，穆亚斯小姐到了。”梅丽莎转过身说：“西尔维亚，让她进来吧。”那个西尔维亚竟然会这样突然拜访。西尔维亚推开门喊道：“公爵夫人！”听到多米尼克的婚讯，他一定已经失去理智了。梅丽莎迎上前说：“好久不见，西尔维亚，你已经出落成漂亮的淑女了，最近过得好吗？早知道你要来，我就该出去迎接你。”西尔维亚指着石头问道：“这里感觉有些奇怪，要叫女仆来清理掉吗？”梅丽莎摇了摇头说：“不用了，她虽然是个好孩子，但完全没有艺术眼光。”梅丽莎拉着对方坐下并说道：“好了，先坐下吧。所以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西尔维亚坐稳后回答：“难道非要有事才能来吗？对我来说，您就像母亲一样亲切。”公爵夫人，梅丽莎微笑着说：“难为你这么想。你的父母最近还好吗？”西尔维亚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他们让我向您问好。他们说您一定吓坏了。谁能想到公爵会同意这种荒唐的婚事？你应该也听说了吧？关于他的家族是多么不配，无论他们用了什么借口来陷害他。”梅丽莎看向身边的女孩说：“西尔维亚，我也感到很遗憾，但公爵一旦做了决定，谁能阻止他呢？”西尔维亚急切地反驳，但是梅丽莎打断了他，并说道：“我今天下午正好有约，所以不能和你聊太久了。这太荒谬了，就算我不请自来，他怎么能这样打发我？我确信老夫人也反对这桩婚事。”西尔维亚低头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今天先告辞了。”梅丽莎点点头：“好的，有空再来拜访。”西尔维亚离开房间，登上了停在门外的马车。艾琳看向窗外，那是西尔维亚穆亚斯家的那位小姐，她看起来刚从公爵府出来，听说她和皇太后、公爵夫人关系非常亲近，即便只是匆匆一瞥，她看起来也并不开心。毕竟所有人都认为她才是未来的公爵夫人，总觉得是我抢走了她的位置。我真的能做好吗？女仆领着艾琳走进走廊，请在这里稍等片刻。艾琳点头回答：“谢谢。”哇，虽然听过传闻，但这个房间真的很美，比起奢华的装饰，这里更像是完美体现了女主人的个人品味。艾琳走在走廊里，看着墙上的画作，比起其他，我更喜欢这里有这么多精彩的画作。她停下脚步，看向一旁的展品。那是梅丽莎走近问道：“看来你很喜欢这些展品。”艾琳吓了一跳，转过身：“啊，公爵夫人。”艾琳行礼后说道：“抱歉，夫人，这间接待室太华丽了，让我一时失了神。我的名字是艾琳·尼尔森。”梅丽莎微笑着回答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艾琳小姐。我是梅丽莎·林德托。”比预想中要好，虽然很紧张，但仪态端正，正努力让视线保持稳定，似乎值得再观察一段时间。梅丽莎继续说道：“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传闻，因为之前不在首都，所以直到现在才见面。”艾琳轻声请求：“请对我随意一些，公爵夫人。”梅丽莎笑着问道：“哦天哪，可以吗？话说回来，那里有个奇怪的东西，要叫仆人来清理掉吗？”艾琳慌忙摆手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只是觉得它很迷人，所以才一直盯着看。”梅丽莎追问道：“是吗？”艾琳看着雕像说道：“是的，它看起来就像是母亲正全身心地拥抱着她的新生儿。天哪，很多人都见过这块石头，但没有一个人和我有着同样的印象。”她惊讶地掩住嘴问道：“在你眼里，它真的是那样吗？”艾琳低下头道歉：“对不起，那只是我看到它时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。”梅丽莎微笑着回答：“不，我并没有生气，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。”她拉着艾琳走向沙发：“我们要不要坐下来多聊聊，亲爱的？我想多了解一下你，比起别的，我更想听听我儿子的感情生活。”两人在茶桌前坐定，梅丽莎端起茶杯说：“难怪像你这样的小姐，我不可能在社交界错过。听说你之前在照顾亲戚，她现在好些了吗？”艾琳坐在对面回答：“是的，她已经好多了。她甚至大老远从卡斯提亚赶来，就是为了参加我的婚礼。”你说卡斯提亚是吗？她在担心姑婆的事吗？梅丽莎摆了摆手说：“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我们在卡斯提亚也有别墅，只是那里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。”不愉快的事？梅丽莎继续说道：“虽然发生过一点小意外，但我认为那里依然很美。最重要的是，公爵非常喜欢那个地方。真搞不懂他在经历那种荒唐事后，为什么还会喜欢那里。”公爵喜欢卡斯提亚？艾琳紧紧攥住裙摆，难道他还在怀疑那件事吗？万一他其实还记得我？梅丽莎看着对面的人问道：“艾琳？”艾琳回过神答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聊到卡斯提亚，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。”梅丽莎继续说道：“你在那里住了很久，一定会很怀念吧？或许你和多米尼克在那时就见过面。”艾琳低声回答：“确实有这个可能。”梅丽莎饶有兴致地追问：“既然聊到了这里，不如告诉我完整的故事。你们两个最后是怎么决定要结婚的？”艾琳露出尴尬的笑容：“这个嘛，别产生奇怪的联想。归根结底，那是我必须独自背负的秘密。几年前的卡斯提亚，艾琳和儿时好友们一起参加了假面舞会。她带着平时不穿的背带裤和贝雷帽，笨拙地乔装成同龄男孩的模样，这样应该挺不错，没人能认出我吧？”艾琳独自走在林间，脚尖踢飞了一块石子，林中惊起一群飞鸟。她猛地停下脚步，警觉地看向四周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吓死我了！日落前的诡异气氛中，森林里回荡着枪声和尖叫。他试探着问道：“有人吗？”男人突然冲出，撞在艾琳身上。哇呀！他披着黑色斗篷，迅速消失在树丛深处。艾琳看着他离去的方向，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们跑得那么急？
那就是我遇见公爵的地方。多米尼克倒在血泊中，紧紧捂住胸口的伤口。他急忙跑过去问道：“请问你还好吗？喂，快醒醒！”多米尼克艰难地睁开眼，发出微弱的呻吟。多米尼克紧紧抓着艾琳的手腕，他倒在血泊中，虚弱地说道：“你竟然是……我以为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在为那件事耿耿于怀，不知道公爵现在在想什么。”艾琳看向窗外，并说道：“打扰一下，请在这里让我下车。”马车夫拉住缰绳，回过头问道：“什么？还没到您的府邸呢？”艾琳对马车夫说：“我有个朋友住在附近，想顺便过去坐坐，剩下的路我可以自己回家。”马车夫恭敬地答道：“既然您这么说，好的，明白了。”他独自走在街道上。夏洛特说他生病了，不能出门。我想走去他家，顺便散散心。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艾琳！”罗伊斯伸手抓住艾琳：“你在深思什么？你差点就要被马车撞到了。”艾琳惊讶地回过头：“罗伊斯？”他关切地打量着他，并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你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。”艾琳尴尬地挥了挥手：“我没事，我还有地方要去，先失陪了。”罗伊斯追上艾琳，并问道：“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过去。”艾琳避开他的视线说道：“不用了，就在前面不远。”罗伊斯拦住他问道：“艾琳，为什么要一直躲着我？送你回家并不是什么难事，每次见面都是这样。”他总是咄咄逼人的靠近，没完没了的纠缠。艾琳停下脚步说道：“我没关系，罗伊斯，我可以自己走，而且你每次见面都这样，只会让我感到更不舒服。”罗伊斯抓住艾琳的手腕问道：“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？”艾琳挥开他的手：“我知道我们是朋友，但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你明明已经结婚了。”罗伊斯咬紧牙关，低声呼唤：“艾琳。”“没错，我很抱歉为了娶珍妮斯而离开你，我知道这让你很受伤，但是你到底是怎么勾引到公爵的？”艾琳看着眼前的男人说：“罗伊斯，如果你忘了，我就提醒你，是你选择了珍妮斯，我是否见公爵与你无关。”罗伊斯急切地反驳，但是艾琳转身准备离开，并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纠缠。”罗伊斯伸手用力抓住了他。“艾琳，公爵知道我们曾经是什么关系吗？”艾琳愤怒地喊道。“罗伊斯！”罗伊斯紧紧抓着艾琳的手说：“我们几乎都要结婚了，可你竟然突然和公爵……”一只手强硬地插进两人之间，打断了他的话。多米尼克挡在罗伊斯面前，他露出一丝冷笑，并问道：“你找我的未婚妻有什么事？对了，你的名字是？”罗伊斯低头说道：“是罗伊斯·克雷顿，公爵大人。”多米尼克微笑着回答：“没错，克雷顿勋爵，你是艾琳妹妹的丈夫对吧？虽然我知道你们是家人，但请注意分寸。”罗伊斯急切地反驳：“但是艾琳和我从小就在一起。”多米尼克搂住艾琳的肩膀：“你看起来不太舒服，我们回马车上吧。”艾琳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啊，好的，谢谢你。”他牵起她的手，带她离开了这里。罗伊斯独自站在街道旁，马车在颠簸中行进。多米尼克靠在软垫上，问道：“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艾琳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多米尼克继续说道：“离婚后，你想见谁都无所谓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不希望你卷入任何丑闻。”艾琳急忙摆手解释道：“不，请不要误会，我和罗伊斯之间什么都没有。”他垂下眼帘，说道：“只是……”多米尼克追问道：“只是？”艾琳看着多米尼克说：“既然他娶了我姐姐，成了我的家人，就很难避开他。阁下也知道，他曾是我的谈婚论嫁对象。我不明白他现在为什么要对我表现出这种态度。如果只是陌生人，我早就把他从生命中剔除了。”多米尼克沉默地听着，随后他开口说道：“好，我明白了，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。”艾琳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公爵大人，我并不是要您去解决这件事。”多米尼克坐在对面说道：“难道您打算就这样放任不管吗？”艾琳支支吾吾地回答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是……”多米尼克打断了他：“那就这么定了，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您只要专心准备接下来的婚礼就好。”他说的没错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甚至没有时间去担心罗伊斯。艾琳低下头回答：“是的，我明白了。”抛开内心的焦虑，婚礼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鲜花装点着华丽的庄园，宾客们纷纷赞叹：“天哪，这场户外婚礼真漂亮！多亏了这场婚礼，我们才能看到公爵的花园。”另一位宾客点头说：“我完全同意。”宴会厅的角落里，几名贵族正低声议论：“真不敢相信，那样的家庭竟然能出一位公爵夫人。”尼尔森男爵已经开始目中无人了，不只是男爵，看看那个女孩就知道了。继母发出一阵笑声：“我一直把艾琳当作亲生女儿抚养，所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”同桌的贵妇人连忙举杯说道：“恭喜您夫人能与公爵家结亲，真是莫大的荣幸。”另一位贵妇人看着她说道：“真没想到您的长女是如此出色的淑女，她身上那种优雅的气质，确实与您的次女完全不同。”继母发出尴尬的笑声：“哈哈哈！”人群中有人喊道：“快看这里，新娘入场了！”艾琳穿着华丽的白色婚纱，缓缓走入会场。观礼的宾客赞叹道：“天哪，真是太漂亮了！”玛丽莎。宾客们聚在一起小声议论：“你说的对，我还以为玛丽莎复活了，她长得和去世的母亲一模一样。”另一位宾客赞叹道：“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么美的新娘了。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婚礼，该有多幸福！美丽的礼服和场地，还有完美的丈夫。但如果一切都是假的，这又有什么意义？”人们的掌声听起来更像嘲讽，但这也没错。我不该抱有期待，这一切都只是做样子，这一切都不真正属于我。多米尼克走上前，轻声唤道：“艾琳。”他向她伸出手，并说道：“你今天看起来美极了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。不要心动，他并不是真心的，这一切几乎都是假的。即便如此，也要尽我所能，就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婚礼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不会有任何遗憾了。
神父站在两人面前，大声宣布：现在我正式宣告，这两位已因爱结为夫妻，请用亲吻来封存你们的誓言。多米尼克掀起头纱，接吻吗？公爵，反正只是在演戏。艾琳闭上眼睛，尽量不要紧张，表现得自然一点。多米尼克低下头吻住了她的唇。等等，这作为婚礼之吻，是不是有点太激烈了？远处的宾客小声说：哦天啊，真是一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毕竟现在是他们的全盛时期，真是一对热情的夫妇。为什么？原本打算在嘴唇碰触的瞬间就立刻退开，可想要继续吻他的冲动，却根本无法抑制。艾琳在房间内徘徊，该怎么办？心跳根本平静不下来，毕竟今晚是新婚之夜。公爵会过来吗？他刚才一言不发就离开了，真希望他能直接告诉我今晚是否会过来，这样下去我根本无法入睡。不，如果他能来，我们就能商量之后的事了。他趴在沙发上，房门突然被推开，艾琳惊慌地站起身喊道：公爵大人！多米尼克拿着酒瓶和酒杯走近，为什么这么惊讶？新郎进入新娘的房间，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？艾琳有些局促地回答。话虽如此，但是多米尼克举起酒瓶说：我听说你想要一些酒。他低下头解释道：我只是担心睡不着，所以想喝一杯。多米尼克开始倒酒，并说道：很好，我也正想喝一杯。艾琳接过酒杯，轻声说：谢谢您的体贴。她注视着眼前的男人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今天的公爵感觉像个陌生人，我只见过他完美沉稳的样子，没想到会看到他如此衣冠不整。天乃振作点，艾琳。他看向多米尼克说道：公爵大人，我真的很感激您，还有关于我弟弟的事，即使离婚后我也不会忘记这笔债。多米尼克看着他问道：那你打算怎么还？艾琳有些慌乱地回答：这个那个。多米尼克伸手抬起他的下巴：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履行夫妻义务就足够了。艾琳面色通红地回答：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？其实我曾无数次幻想过成为公爵夫人，与他分享爱意，可我和公爵是虚假的，这样真的没关系吗？多米尼克松开手：你在害怕吗？艾琳摇着头说：不是那样的。多米尼克端着酒杯走近：你就那么讨厌吗？明明在温室里还挺大胆的。艾琳惊慌地喊道：公爵大人！多米尼克转过身说：算了，反正我们只要履行夫妻义务就足够了，你不用谢我，也不用这么紧张，你先睡吧，我还有文件要处理。艾琳看着他的背影说：睡在同一张床上您会不舒服的，我去睡沙发。多米尼克看着宽大的床铺说：这床足够睡下3个人，有什么好纠结的？艾琳支支吾吾地回答。可是他继续说道：你直接用这床吧，我明天就要出差，我们不会睡在一起，我要和单恋的对象同床共枕吗？难道我把这场契约婚姻想得太简单了？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，艾琳独自躺在华丽的长床上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本以为会紧张的睡不着，结果因为太累，直接昏睡过去。公爵已经离开了，没能一起吃早餐，或许反而该感到庆幸，否则我一定会胡言乱语，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。女仆推开房门，端着水盆走进屋里，问：夫人，您醒了吗？艾琳坐在床边说道：昨天确实有点累。女仆端着托盘回答：毕竟昨天是您的婚礼，感到疲惫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艾琳看向他问道：公爵呢？女仆一边整理一边回答：他今天一大早就离开了。公爵大人一直起得很早，虽然是新婚后的第一天，但他已经出发去出差了。艾琳盯着女仆的手，这女孩的手受伤了吗？女仆惊慌地收回手说：非常抱歉，我会让其他女仆去打水。艾琳抓住女仆的手说：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看起来像是烫伤，快去涂点药膏，否则会留下疤痕的。在伤口痊愈之前千万不要碰水，以后我会让别人来送洗脸水，这样可以吗？女仆愣在原地回答：是的，我本以为他会嫌弃这双丑陋的手，甚至不愿让我服侍。那些经常造访的伯爵千金总是挑剔又敏感，我见过的大多数贵族都很挑剔，但这位新夫人似乎不太一样。艾琳捧起清水洗脸，她甚至会关心我这种身份的女仆。艾琳擦干脸颊问道：洗漱完之后能带我去餐厅吗？女仆恭敬地回答：遵命夫人。厨房后面的花园里，木槿花开得正漂亮，如果用那些花来装饰新婚夫妇的房间，她应该会喜欢吧。艾琳坐在餐桌前说：谢谢你，杰弗里。管家微微躬身说：不客气，这是公爵大人留给您的，吩咐您醒来后亲手交给您。艾琳接过信件问：公爵大人留下的？如昨天所说，我因公事要外出一段时间，你弟弟的事情已经按约定处理好，不必担心，希望下次见面时你已经适应了新家。他给我留了一封信。管家微微躬身说：公爵大人经常因公出差。艾琳微笑着回答：没关系，我知道他是个大忙人，普通的初婚新娘会难过，但我只是个冒牌货，我们各取所需，所以我并不会因此受伤，不过还是要尽力做好公爵夫人。艾琳看向管家说：早餐后能教我作为夫人的基础吗？作为这里的女主人，如果有不足请尽管告诉我。管家低头回答：明白了。艾琳继续问道：对了，大公夫人在哪里？管家站在餐桌旁说：她去商业街了，为了2天后的茶会，想准备一套新的茶具。艾琳看向窗外，茶会，这是我嫁给公爵后第一次参加社交活动，大公夫人会把我介绍给她的熟人们，对于不擅长社交的我，这或许会很困难，必须打起精神才行。华丽的宴会厅内，夫人们围坐在圆桌旁，一位夫人笑着说：好久不见了，大公夫人，我离开京城确实太久了。另一位夫人接话道：没错，听说吉尔达和罗曼先生已经回来了吗？真的吗？那歌剧演出就要恢复了。确实如此，我和丈夫一直在等这个。
艾琳看着茶杯里的倒影，果然很难插进话去。虽然他们没有恶意，但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了，话题自然会转向他们共同熟悉的内容。这些话题在卡斯提亚我从未接触过。贵妇放下茶杯问道：“不知道公爵夫人是否也擅长骑马？也许您会在下次狩猎赛与公爵大人并肩作战。”艾琳握紧了茶杯：“我从未骑过马，在父亲眼中，我总是被忽视的那一个，谁会教我这些呢？”但是梅丽莎曾拉着他的手，叮嘱不要刻意去讨好他们，不要表现得轻浮，只要听他们说话，做你自己就好，这样你就会慢慢习惯的。艾琳放下茶杯说道：“我不擅长参加狩猎比赛，不过我想开始练习骑马，这样就能陪在公爵大人身边。虽然我对射击还有些犹豫，不确定是否要参加。”贵妇们露出惊讶的表情。毕竟把枪口对准可怜的动物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还有很多其他精彩的爱好。西尔维亚看向身侧问道：“那么公爵夫人平时有什么爱好呢？”艾琳双手合十笑道：“哦，我热爱艺术。”西尔维亚尴尬的回应：“是吗？从小时候起，只要开始画画，时间就会过得飞快，无论心情多么糟糕，那些烦恼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消散。”我明白了。天哪，我能想象出公爵夫人作画的样子，那一定是非常优雅的画面。艾琳摆了摆手说道：“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，母亲，我想趁这个机会拜托您一件事，可以吗？”梅丽莎靠在椅背上回答：“说吧，亲爱的。花园角落里有一座废弃的旧温室，我想使用那里，如果好好装饰一下，应该能变成很棒的画室。如果能装饰成漂亮的画室，我们下次茶会就可以在那里举行了。”梅丽莎端起茶杯，刚才她还完全插不上话，现在却相处得这么融洽。真是个好主意。大公夫人对艺术颇有造诣，竟然能如此熟练地掌控局面，连愤怒的穆亚斯伯爵夫人也找不到任何破绽。梅丽莎放下茶杯说道：“就按你说的办吧，你现在才是这府邸的女主人。”艾琳笑着回答：“谢谢母亲，我很期待夫人的工作室。”梅丽莎眨了眨眼，这是怎么了？声音突然变得好远，她手中的茶杯滑落，摔碎在地面上。艾琳瞪大眼睛喊道：“母亲！”梅丽莎身体瘫软，从椅子上倒了下去。西尔维亚惊恐的尖叫：“公爵夫人！”艾琳立刻冲上前：“母亲！”梅丽莎双眼紧闭，面色惨白地靠在怀里，果然已经失去意识了。在这种时候，艾琳大声喊道：“快叫家庭医生！快叫医生！”侯爵夫人慌忙回应：“是，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况，没关系，我能处理好。”她扶住昏迷的梅丽莎，并说道：“侯爵夫人，请解开她腰上的丝带。”对方立刻回答：“好的，没问题。”她松开了束缚，梅丽莎的呼吸终于平稳了。好了，呼吸顺畅了。侯爵夫人惊喜地说道。夫人的脸色恢复了。家庭医生跑过来说道：“我听说你在叫我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艾琳焦急地喊道：“这边，请往这边走。”公爵夫人晕倒了。多米尼克握住对方的手说：“谢谢你，王子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很难完成这件事。”萨尔万特微笑着回答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必须报答得到的帮助。说起来，我听说你不在的时候结婚了。”多米尼克低头解释道：“那是一场仓促的婚礼，所以我没能邀请很多客人。”萨尔万特看着他说道：“我很想知道什么样的女人能瞬间迷住公爵。既然我从内扎尔回来了，我打算举办一场派对。如果林德托公爵和公爵夫人能出席并光临，真是太好了。顺便我也能见见那位传闻中的公爵夫人了。”原以为举行完婚礼，一切就都结束了，看来大家对公爵夫人都感到非常好奇。虽然我不喜欢在人前假装成恩爱的夫妻，但是多米尼克微笑着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会期待那场精彩的派对。”萨尔万特拍了拍多米尼克的肩膀：“那么我就拭目以待，见到林德托公爵夫人的那天。”门外传来急促的喊声：“公爵大人，公爵大人！”多米尼克回过头去，多米尼克看向推门而入的人希金斯，随从急促的行礼，并说道：“很抱歉打断您的谈话，是领地发来的电报。”窗外下着瓢泼大雨，艾琳坐在床边，轻声说道：“母亲，看到您恢复的这么快，真是太好了。”梅丽莎躺在床上回答：“这都是多亏了你，采取了妥当的措施。”她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。医生说您需要充分休息，所以今晚请好好睡一觉。”梅丽莎躺在床上说道：“谢谢你，艾琳，你没必要照顾我到这种程度。”艾琳握住她的手回答：“照顾长辈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么，请好好休息吧，母亲。”她终于睡熟了，需要好好休息才能快点康复。幸好病情好转的这么快，她倒下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。艾琳推开房门走出去，发现走廊里有人。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艾琳惊讶地喊道。“公爵大人！”多米尼克浑身湿透，径直走来。艾琳轻声说道：“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回来了。”多米尼克冷冷地回答：“收到那种消息，你觉得我还能坐得住吗？”艾琳低着头解释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现在的公爵大人看起来完全被雨淋透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这样看着他实在有点……多米尼克盯着他问道：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艾琳慌忙摆手说：“不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怎么可能告诉他？他现在的样子才是最大的问题。”多米尼克转身说道：“那好吧，我去看看母亲。”艾琳挡住他面前：“等一下，公爵大人，他才刚刚睡着，晕倒的原因之一似乎是失眠，你明天再去问候可以吗？”看他的反应，母亲的情况应该不太严重。多米尼克点了点头说：“好的，我明白了。”艾琳提起裙摆说：“那么我现在就去让人为您准备洗澡水。”他看着他回答：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艾琳转身离开时说：“好的，请您好好休息，公爵大人。”多米尼克站在原地，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。多米尼克靠在浴缸里，她果然是个奇怪的女人，一会儿刻意保持距离，筑起高墙防备我，一会儿又因为我的衣服被雨淋湿，露出那种慌张的表情。即便如此，犹豫不决，她还是坚定地挡在我的面前。
是因为这些难以理解的特质吗？他的脸总是在我脑海中浮现。如果我吻了那双整洁的唇，他又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？就像在婚礼上那样，那个吻的感觉。他靠在浴池边，可恶！一旦放松下来，就会想起各种乱七八糟的事。艾琳问道：“公爵呢？”女仆行礼并回答：“他说想一个人待着，所以我们正准备离开。”艾琳点了点头：“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”女仆递过一叠织物，等他从浴缸出来时，您只需要递给他毛巾。毛巾？艾琳接过毛巾，指尖微微收紧，振作一点。如果是真正的夫妻，递个毛巾根本不算什么。她深吸一口气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女仆们行礼告退，我们先告辞了。艾琳抱着毛巾走向浴室。如果她正在浴缸里，这意味着公爵大人完全赤裸地站在这扇门的另一边。艾琳捂住发烫的脸颊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必须在别人面前表现得自然点。反正已经是夫妻了，看到一点身体也没什么大不了吧。多米尼克坐在浴缸里，回过头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走到屏风旁说：“公爵，我把毛巾放在这里了。”艾琳放下毛巾，立刻转身跑向门口。他在屏风另一侧回答：“好的，谢谢你。”艾琳注视着多米尼克，即便我在这里，公爵看起来依然如此从容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小题大做。我也应该试着不去在意。对了，关于母亲的事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要好好休息就能很快康复。原来是这样，您一直都在照顾她吗？艾琳微笑着回道：“照顾家庭是公爵夫人的职责，我会忠实的履行契约，所以请不要太担心。”多米尼克沉默地看着他。公爵大人，怎么了？多米尼克低声说道：“不，没什么，就拜托你了。”多米尼克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上，单手撑着额头。管家问道：“您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”多米尼克回答：“不是那样。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？”艾琳的身影浮现在脑海，这正是我最初想要的，一个不干涉私生活，只扮演公爵夫人角色的女人。从这点来看，她非常尽责地履行着合同。但是为什么？多米尼克听着窗外的杂音问道：“外面怎么这么吵？”管家微微欠身回复道：“戴夫人下令清理室内花园，要在那儿建造一间画室。戴夫人说要给喜欢画画的小夫人准备一个可以休息的空间。”多米尼克惊讶地问道：“母亲竟然会这么做？这绝不可能！母亲不是那种会体贴别人的人。”他走到窗边看向外面，艾琳到底做了什么，竟然能让母亲改变这么多？艾琳拿着镜子站在人群中，管家看着多米尼克说：“恕我直言，公爵夫人表现得非常出色，我感到十分欣慰。虽然受训时间很短，但她已经适应了女主人角色，甚至在老夫人晕倒时也处理得井然有序。”多米尼克问道：“是吗？她不是在平庸家庭长大的吗？明明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，却已经能独当一面，真是个谜一样的女人。既然我们很快要公开露面，她准备周全也是好事。”艾琳停下手中的餐叉问道：“宴会？”多米尼克放下报纸说：“你可能还没准备好，但这是个无法拒绝的重要活动，你只需要陪在我身边，所以不要有压力。”艾琳轻声回答：“我知道了。在我参加之前，有什么需要提前了解或者注意的事项吗？”多米尼克回答：“那是纳扎尔王国王子举办的派对，你只需要进行正式问候，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担心的。”他站起身说：“我下午还有公事，先失陪了。”艾琳看着餐盘问道：“可是你几乎没吃什么？”多米尼克放下餐巾说：“我早餐通常吃的不多。”艾琳继续说道：“但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。”多米尼克打断了他：“艾琳，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所以没必要担心。”虽然他说的很客气，但意思其实是不要再管闲事了。艾琳低下头说：“对不起，那祝你一路平安。反正我只是个假妻子，这种担心不是我的职责，我表现得太鲁莽了，我走了。”他转身离开房间，留下艾琳独自坐在餐桌前。该怎么办？多管闲事是不是惹他生气了？毕竟这是婚后第一次共进早餐，我表现得太兴奋了。管家站在一旁说道：“公爵大人平时不怎么吃早餐，他刚才那样说是为了不让夫人担心。”艾琳笑了笑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他一直都是那个样子，竟然拒绝这么美味的餐点。公爵大人真是过分。”管家弯下腰回应道：“谢谢你这么说，他从不评价东西的好坏。”他拿起叉子送入嘴中，真的好难，太难了。公爵夫人该遵守的底线到底在哪？真希望哪本书里能写清楚。侍从恭敬地弯下腰，欢迎光临公爵大人。多米尼克走进宴会厅问道：“皇太子殿下呢？”他还没到。侍从指向一旁的牌桌：“您要先玩一局牌吗？”多米尼克看向远处：“不，与其那样。”罗伊斯紧握着手中的纸牌，额头渗出冷汗，他露出一丝微笑：“我还是先去见个熟人吧。”扑克牌重重摔在赌桌上，对面的男人笑着说：“怎么了，罗伊斯？你的牌看起来挺惨的。”罗伊斯抱住头低声说：“你就不能小声点吗？该死，为什么总是我？照这样下去。”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。多米尼克微笑着说：“你看上去玩得挺开心。”罗伊斯惊呼：“公爵大人！”多米尼克继续说：“别那么惊讶，毕竟我们现在是姻亲了。”罗伊斯低下头说：“抱歉，我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您，我本来打算过阵子去拜访您的。”多米尼克停下脚步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就在这里聊聊。”罗伊斯略显局促地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全凭您的意愿。听说您投资了我们的酿酒厂，我正打算专门安排一次会面，向您表达谢意。”多米尼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没必要那么麻烦。听说继承权的竞争非常激烈，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，我会随时介入，毕竟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，不是吗？”罗伊斯低头回道：“谢谢您。”这个男人表面上是在帮我，实则不然。他正是因为知道继承战的残酷，才特意伸出援手。这无异于说他打算控制我，他想把我攥在手心里摆布。多米尼克笑着说：“否则家人的意义何在？
你以后有能力再帮我就行。罗伊斯低头回答：“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该死，暂时还是别惹他为妙，最好也离艾琳远一点。”多米尼克继续说道：“不过在研究投资时，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。”罗伊斯愣住问道：“您说什么？”多米尼克靠近他耳边说：“向红灯区非法分发酒精。”罗伊斯慌张地喊道：“公爵大人，那是……”多米尼克微笑着说：“我还听说你在那里有个情妇，希望那只是传闻，因为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轻率的人。如果你想继承家族名号，最好先管好你自己，而不是担心我的妻子。她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公爵夫人。”他转身走向门口：“我有预约，先失礼了。”罗伊斯愤怒地垂向墙壁：“该死的那个混蛋！”乔纳森坐在桌边问道：“克雷顿家族的次子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不过，你们最近确实成了亲戚。”多米尼克靠在椅背上：“先别管那个了，你和西尔维亚进展的怎么样？”乔纳森笑着按住他的肩膀说：“关于那件事，我们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。其实我昨天又求婚了。”回忆里，西尔维亚低着头：“那个呢？请再给我一点时间考虑。”乔纳森挥着手大笑：“他是这么说的，上次他可是直接拒绝了我。”多米尼克看着前方说道：“果然有进展，恭喜你。”即便西尔维亚之前一直坚持要坐上公爵夫人的位置，但他比任何人都更现实。他会意识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自己也无法承受失去太子妃位置的代价。现在应该是他缠着乔纳森的时候。多米尼克收回目光说道：“海恩矿山的调查已经开始了，一旦采矿权转让，我们就能立即启动项目。”乔纳森无奈地笑了笑：“直接进入正题吗？你这个冷酷的家伙。”乔纳森坐到椅子上说：“不用担心矿山的事，就算你不提，我也会确保安全移交。说起来，你还没听说那个消息吗？据说凯西·米尔顿要回来了。”多米尼克看向他问道：“什么？”乔纳森笑着说：“你的表情立刻就变了。当初我听到消息时也很震惊，那样离开后居然还有脸出现，真是厚颜无耻。但无论如何，你都已经结婚了。”多米尼克站起身说：“如果你想说的只有这些，那我就先走了。”乔纳森在身后喊道：“嘿，等一下，我还没说完。”多米尼克头也不回地走远，那脾气真是没变。不知道他是否还对凯西有感情，但这显然让他很烦躁，不是吗？真是同情那位新任公爵夫人。女仆看着艾琳说：“您看起来真迷人，一定会是宴会上最美的女人。”梅丽莎走上前说：“那是当然，毕竟这些是我亲自挑选的，她们真的很适合你。换好衣服就过来吧。”艾琳提起裙摆说：“好的，母亲，我看起来还好吗？从未穿过这么奢华的裙子。”梅丽莎按住她的肩膀：“当然了，你还要继续怀疑我的品味吗？”艾琳露出微笑说：“完全不是那样，母亲，我只是很感激您能这样温柔地看着我。”门外传来声音：“打扰了，公爵大人正在楼下等候。”梅丽莎搂住女儿说：“耽误了你不少时间，去享受这段时光吧。”艾琳笑着回答：“好的，母亲。”女仆们聚在一起小声议论，真期待公爵大人的反应。他一定无法从小姐身上移开视线，万一其他男人也盯着小姐看，公爵大人会嫉妒吗？那种事绝不会发生。无论我穿多么华丽的衣服，带着多么璀璨的珠宝，我也永远无法成为我对他而言并非重要的人，只是为了周密计划而找来的合作伙伴。我不该抱有期待。多米尼克站在楼梯下说：“比预想的要久一点，我们出发吧。”艾琳提着裙摆走下楼梯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习惯这些，所以迟到了。”多米尼克看着他回答：“没必要道歉，你并没有迟到。”多米尼克走在身侧说道：“虽然你总说不习惯，但这身打扮很适合你。”他竟然会说这种话，是因为旁人在看吗？还是发自真心？艾琳露出微笑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听你这么说，我没那么紧张了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很高兴他能如此体贴。”多米尼克注视着他说道：“那就好，我们正式出发吧。”萨尔万特张开双臂说道：“原来你就是传闻中的公爵夫人，我是萨尔万特。纳扎尔，你确实拥有俘获公爵之心的美貌。事实上，这场宴会几乎就是为了见你而举办的。”艾琳微笑着回答：“感谢您的赞美。”萨尔万特执起他的手说道：“希望你能尽情享受，直到最后。那么请进吧。”一名贵族走上前来喊道：“林德托公爵，看来你也参加了这场宴会，毕竟你和萨尔万特王子关系很亲近。”多米尼克看向他说道：“这是自上次协议以来的第一次见面。”贵族对多米尼克说：“多亏了您，我们才能获得合理的利率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关于后续的业务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”多米尼克回答：“关于那个……”艾琳看着被众人簇拥的他，果然有很多与公爵生意相关的人，他们的谈话似乎并不需要我还是悄悄离开吧。他独自在大厅漫步，仅仅是环顾四周就足以让我感到愉快。这里的音乐和灯光都如此充满异域风情，我从未想过能亲眼见到只在书里读过的景象。艾琳望向远方，啊，我也好想去那个阳台近距离看一看。身后突然传来声音：“哦，公爵夫人。”萨尔万特看着艾琳说道：“把公爵藏起来，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，真是太失礼了。”殿下，艾琳轻声回答：“我过得很愉快，请不必担心，您可以继续刚才的谈话。”即便如此，萨尔万特微笑着说道：“既然遇到了，就让我介绍一位朋友给你。”他向不远处招手：“我的朋友，快过来这里。这位是天才画家朱丽叶·马伦。”艾琳瞪大了眼睛：“朱丽叶·马伦？天哪，没想到能见到天才画家本人。我从姑婆那里听过您的事，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？”朱丽叶笑着问道：“是这样吗？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请教您婆母的名字。”萨尔万特感叹道：“真没想到，在我介绍之前，你们就已经认识了。”舞曲正在播放，不如边跳舞边聊如何？毕竟公爵看起来还很忙。乐团演奏着悠扬的旋律，艾琳疑惑地看向四周：“什么？他们的谈话还
还没结束，看来王子殿下也担心让我一个人待着。朱丽叶走到面前，伸出手：“小姐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能和我跳支舞吗？”这里似乎并不要求必须和固定的舞伴跳舞。艾琳微笑着对朱丽叶说：“我很乐意。”多米尼克站在人群中，身旁的贵族问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您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您不觉得这些数据被夸大了吗？”另一名贵族接着说：“据我所知，那个地方已经……”多米尼克看着眼前的喧闹，生意上的谈话在所难免，但被一群只看重金钱的人包围，真是令人疲惫，应付他们也并不容易。然而，他转过头看向了不远处的艾琳。艾琳在宴会厅中谈笑，明明是同一个地方，感觉却完全不同。多米尼克挥挥手，身旁的随从问道：“公爵，我今天先告辞了。”随从惊讶地追问：“公爵？”多米尼克径直走向出口，呵，真是出人意料，公爵竟然在谈话中途就这样直接离开了。多米尼克走在华丽的长廊上，一名侍者走近问道：“公爵大人要喝一杯吗？”多米尼克接过酒杯：“好的，谢谢。”他端起酒杯，轻抿一口，真是个奇怪的女人。我曾担心让她独自待在这里，但她很好的融入了人群，显然她很享受这场宴会。她甚至露出了那样放松的表情，在我面前，她总是表现得那么紧张胆怯。以前她甚至不敢与我对视，现在竟然能露出那样的表情。萨尔万特走近并说道：“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，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急着结婚了。”多米尼克低声喊道：“殿下。”萨尔万特继续说道：“你是不是提前给他暗示过？他似乎对内扎尔非常了解，而且看起来和我妹妹相处得很好。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公主竟然如此性格明快，那不是让你妻子显得更了不起了吗？”萨尔万特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别站在这，走吧，你不就是为了见他才特意出来的吗？快去吧，快点！就算你不催促，我也是这么打算的。”他迈步向前走去，无论那抹笑容是否会保持不变，即便是在面对我的时候。多米尼克轻声唤道：“艾琳。”艾琳听到声音回过头，艾琳惊讶地问道：“公爵大人？”他的表情瞬间僵住了。我知道自己是个让他感到不自在的人，但看到他露出那种表情，还是让人不太愉快。多米尼克靠近他说道：“光顾着谈工作，好像冷落你了，抱歉。明明是一起参加舞会的。”公主插话道：“哎呀，我们正聊得开心呢，倒不如说公爵大人才是这里的闯入者。”多米尼克挑眉问道：“你们刚才在聊什么？”公主笑着回答：“在聊我的裙子。”她刚好知道我故乡的传统染色法，真是博学多才。如果有机会，我真想邀请她去我们的王国。艾琳提起裙摆说道：“如果公主殿下愿意邀请，那真是我的荣幸。”公主笑着说道：“既然你的丈夫来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”多米尼克走上前问道：“现在可以把我的妻子还给我了吗？”公主回答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艾琳，下次再见。艾琳轻声回答：“好的，公主殿下。”艾琳低头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”多米尼克看着她，为什么要向我道歉？如果他因为被丢在陌生地方而责怪我，那倒还算正常。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沉重？难道他是想说和我在一起就笑不出来吗？跳支舞吧。如果公爵夫妇一次舞都不跳，别人会怎么想？你讨厌这个提议吗？艾琳牵住他的手回答：“不，我也很想跳舞。那我能荣幸护送你吗？”多米尼克牵起艾琳的手，带她步入舞池中央。“是谁教了你关于内扎尔的事？没想到你对那里这么感兴趣。”艾琳跟着他的舞步回答：“我只是在领地的图书馆里读过几本相关的书。既然是纳扎尔王子举办的宴会，我想最好还是了解一下。”结果读着读着就入迷了。多米尼克注视着眼前的少女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为了准备宴会而前往图书馆的贵族小姐，艾琳有些局促地回答：“我知道这不太寻常。”多米尼克看着她继续说道：“那位公主虽然没有继承权，却是纳扎尔国王最宠爱的孩子。虽然并非有意为之，但如果你能和她成为朋友，绝对不是坏事。”艾琳抬头问道：“我与公主的友谊能对您有所帮助吗，公爵大人？”多米尼克微笑着回答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艾琳露出笑容说：“我明白了，很高兴我花时间去了解了奈扎尔。”多米尼克注视着他，你的表情终于放松了。他带着艾琳在舞池中旋转，说起来，刚才和你跳舞的那个人似乎不是奈扎尔人。艾琳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你说的是朱丽叶·马伦吧？”多米尼克微微挑眉问道：“你们关系很亲近吗？”艾琳解释道：“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画家，在他还没出名的时候，我的姑婆曾资助过他。”多米尼克低声回应：“那还真是巧合。”艾琳笑着说道：“我提起那件事时，他看起来非常开心。他说很怀念卡斯蒂亚，打算近期和朋友去拜访。我一回家就给婆母写信，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多米尼克握住他的手说：“你看起来很高兴，既然你在那里住了很久，一定对卡斯蒂亚很有感情。”他垂下眼眸，但是多米尼克低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真是太好了。”多米尼克收紧了手臂，将艾琳拥得更紧。1年后就会变成陌生人的女人，这个甚至不属于我的女人，为什么我会如此在意她的一举一动？也许最让我无法理解的就是我自己的态度。一辆马车在林间小道上行驶，艾琳闭着双眼，感受着车厢的剧烈摇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种摇晃的感觉，刚才明明还在宴会上，难道记错了？我是为了回家才上的马车吗？他缓缓睁开双眼，翠绿的眼眸中透入迷茫。是马车的摇晃吵醒了你吗？你可以再睡一会儿，离到达目的地还很远。艾琳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公爵大人。多米尼克低头注视着他，艾琳猛地后退一步，慌乱地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我刚才太失礼了。”多米尼克看着他问道：“这真的是值得让你如此恐惧的事情吗？”他靠近了一些，继续说道：“仔细看的话，你似乎对我感到非常不自在。公爵大人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面对暗恋的人，怎么可能不紧张呢？”
多米尼克闭着眼说：“你可以再睡一会儿，感到疲倦是很正常的。”艾琳摆着手回答：“不，经历了刚才的事，我现在非常清醒。”多米尼克微微侧过头：“总之，我觉得你今天作为公爵夫人表现得很好，以后也拜托你了。”艾琳愣了一下，随即用力点头说：“好的，我会尽全力的。不过别太勉强，今天回去后好好休息。今天我也睡在客厅，所以请不要担心。”艾琳沉默片刻后回答：“关于那件事，也许你能回卧室睡吗？”多米尼克皱起眉头，反问：“你突然之间在说什么？”艾琳垂下眼帘说：“我知道你因为我一直睡在办公室里，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恐怕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是有什么传闻传开了吗？”艾琳坐在他身边回答：“似乎是这样，人们在议论公爵夫妇关系诡异，我们无法避开所有人的视线。”他紧紧抓着裙摆继续说：“所以希望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再这么躲着我了。虽然这只是一场契约婚姻，但名义上我们毕竟是新婚夫妇。从没想过新婚夫妇这个词竟然会这么难以启齿，但我必须说出来，为了公爵大人的缘故，我必须让这场契约婚姻成功。”多米尼克点点头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。从今晚开始，我会回卧室睡。”艾琳微笑着回答：“谢谢您的理解，不用谢我。就算有点不舒服，也请忍耐一下，我会试着把你当成睡在同张床上的姐妹。”多米尼克突然咳出声，艾琳急忙问道：“公爵，您没事吧？”多米尼克扶着额头说：“那是什么荒唐的胡话？”艾琳有些局促地说道：“这只是我的表达方式，我不会对你产生感情的，倒也不必做到这种地步。既然你对我没有感情，我也该把事情说清楚，毕竟我们的关系纯粹只是公事公办。”他说的没错，为期1年的契约，如果牵扯进私人感情，确实会变得很麻烦。但是每当这个女人划清界限，总让我感到莫名的不悦。艾琳靠在窗边说：“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想拜托您。”多米尼克看着他回答：“什么事说吧。”马车在街道上穿行，艾琳垂下眼帘说：“是关于我家人的事。”宏伟的公爵府邸门前，侍从走上前说：“公爵大人，尼尔森男爵夫妇求见。”男爵和他的夫人，我不记得有预约。随从在一旁低声解释，他们说是在经过领地时顺道拜访，原本想见夫人，但夫人现在不在家。既然没有提前预约，您也很快就要出发了，我会礼貌的拒绝。多米尼克摆摆手：“我还有一点时间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即便这里是他们女儿的住处，这种访问难道不觉得太无理了吗？他为什么会突然接受这种安排？”男爵夫人坐在沙发上说道：“公爵大人，非常感谢您愿意与我们见面。我们本是来看望女儿的，但她似乎刚好出门了。”多米尼克靠在沙发背上说道：“我之后还有其他预约，恐怕不能和你们聊太久。”男爵夫人笑着说：“是的，当然可以。”她看向身边的丈夫：“亲爱的，拿给他看。”男爵点头应和：“对，没错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信封：“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既然有机会见到您，我想请教一些关于生意的建议。”果然不出所料，和我听说的一模一样。艾琳垂下眼帘说：“我的父母一定会来找你，虽然很丢脸，但我的家人把这场婚事看作是从你身上榨取钱财的机会，所以无论他们要求什么，请务必拒绝。我不想再给你增添麻烦。”即便他这么说，这种程度的要求没问题吧？多米尼克接过文件，他看着手中的提案，很有趣的提议，我会仔细查看你提供的文件。男爵激动地站起身，大声说道：“非常感谢您，公爵大人。”随从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这根本不合理，他竟然真的接受了。光是听着就知道这商业计划烂透了。难道说是因为姻亲关系，他才表现得这么宽容吗？艾琳推开大门走进屋内，侍从行礼说道：“夫人，您回来了。”艾琳停下脚步问道：“公爵在哪里？”侍从低头回答道：“他在办公室里。”他犹豫着继续说道：“那个还有一件事，尼尔森男爵夫妇刚才来访过。”哈，他们终于……侍从急忙上前喊道：“夫人，您身体不舒服吗？”艾琳扶住额头回答：“我没事，只是有点头晕。我还在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安静，是因为我一直不接电话，所以他们在等我离开吗？”卑鄙又可怜的人们，为了私利不择手段的败类。侍从看着艾琳问道：“需要为您叫医生吗？”他摇了摇头回复道：“不，我没事。既然你说公爵在办公室，我现在就去见他。”他肯定又说了什么荒唐的话，还摆出一副滑稽的表情。父亲在公爵面前丢尽了脸，他总是毫无能力，却四处揽事，已经搞垮了好几桩生意。但我还是得去确认一下，绝不能坐视家人利用他。艾琳快步穿过走廊，停在门前敲了敲门，并说道：“公爵，我是艾琳，可以进来吗？”多米尼克坐在书桌后说：“进来。”艾琳推开门走进书房。“公爵大人，我父亲是不是为了他的生意，向您提出了什么无理的要求？”多米尼克走到桌边回答：“啊，那件事，他说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方法，我粗略看了一下，觉得还不错。”他停下脚步继续说：“每天都有人来找我谈生意，没理由对你的父亲区别对待，这难道真的是个问题吗？”艾琳急切地追问：“但我听说他没有预约就来了，您没必要为了迁就家人而勉强自己。”多米尼克靠近他轻声说：“即便如此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艾琳，我从不投资会失败的项目，所以别让你父亲的事给你带来太大压力，我绝不会以家人的名义去做任何愚蠢的决定。”艾琳有些局促地回答：“是，说的也是，也许是我太快下结论了。在生意场上，他比任何人都更加严谨。真没想到，公爵大人为了掩饰喜好，竟然会表现得如此冷淡。更何况我们甚至不是真正的家人。”艾琳深深低下头：“对不起。”多米尼克停下脚步，回过身：“为什么要道歉？你做错了什么吗？”艾琳慌忙摆手回答：“不，没什么。”多米尼克坐回办公桌前：“你对自己太严苛了。”侍从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说实话，
公爵大人明明是为了夫人才耐着性子听完那种烂提案，却为了掩饰心意，故意把话说得那么生硬。真没想到，竟然能看到他这副模样。艾琳独自走在长廊上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因为家人的事，竟然对公爵大人说了那种废话，真是太尴尬了。也许该去画室坐坐，让脑袋冷静一下。艾琳换上轻便的衣裳，坐在画架前，挥动着画笔，五彩斑斓的色块在画布上晕染开来。说实话，能拥有一个可以完全沉浸其中的世界，真是一种福气。艾琳专注地挥动着画笔，仅仅是这样反复涂抹，烦恼似乎就随之消散了不少。她放下手中的调色板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去了吧？这里大概是我最舍不得离开的地方。艾琳推开画室的门，咦？她提着灯走到露台上，望着头顶璀璨的夜空，感叹道：“哇，真的好美，繁星闪烁，简直像梦境一样。虽然还想再多看一会儿，但星星都出来了，我真的该回去了。”寂静的庄园里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动，艾琳猛地停下脚步，警惕地环顾四周。刚才是什么声音？我明明听到了脚步声，不安感瞬间涌上心头。她攥紧手中的提灯，得赶紧回主屋去。晚上一个人在外面太危险了。艾琳在石砖路上奔跑起来，由于心慌意乱，脚下不小心被石块绊倒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向后再去。啊！就在她即将摔倒的瞬间，一个身影迅速掠过。不，她要摔倒了！多米尼克猛地伸出手，稳稳地将她揽入怀中。艾琳惊魂未定地抬起头，公爵大人。多米尼克稳稳地扶着她的肩膀。这么晚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艾琳有些局促地抓着斗篷。我在画室，您呢？我在训练，有时会独自练习剑术。艾琳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衬衫，啊，难怪您身上感觉这么暖和。多米尼克微微一愣，暖和？艾琳猛地意识到失言，脸颊瞬间长得通红。她慌乱地挥动双手，解释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既然您出了一身汗，应该快点回去洗个澡。”多米尼克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模样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如果有人需要马上洗澡，那也是你，不是我。艾琳愣在原地。咦？多米尼克突然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拂过他的脸颊。他微微低下头，凑近他的耳畔调侃道：“我以前还没发现你其实有点迷糊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”公爵大人竟然离我这么近，而且表情还这么严肃，这一切难道是真的吗？艾琳彻底僵住了身体，心跳声在寂静的夜色中清晰可见。她只能呆呆地望着那双近在咫尺的琥珀色眼眸。多米尼克端向着她的脸，嘴角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。他收回手，轻声说道：“好了，弄干净了。”